和恐怖游戏 BOSS 相爱后，我放弃通关，选择留下。而谭渊也没有辜负我的深情，他分给我一半能力，发誓这辈子爱我如命。可后来他对属下说，不知为何，总觉得舒颜变成诡异后就没意思了。再后来，他找了个人类情人，清纯懵懂，和当初的我一样。有人看不下去了，问他：老大，你这样不怕舒颜姐伤心吗？他笑得漫不经心，那又怎样？反正他也回不去了。除了忍着，他别无选择。我有，我的选择是成为新的 BOSS， 将他抹杀。夕阳西下，我干净利落地收回血肉凝成的镰刀，脚下是玩家们密密麻麻的尸体。看着剩余几人狼狈逃窜的身影，我露出一丝苦笑。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，恐怖游戏地狱庄园中，实力仅次于最终 BOSS 的诡异舒颜，在3年前也只是一名普通人类而已。统计完数据，我一瘸一拐地朝庄园走去。能进入这片区域的玩家都很强，受伤对我而言已经是家常便饭了。来到大厅，我对着镜子仔细擦掉脸上的血污，又整理好凌乱的头发和衣裙。我不想让谭渊看到我这副狼狈的模样。顶楼，恢宏的人皮王座上，2个人影交叠在一起，正吻得难舍难分。见我走来，娇小身影惊叫一声，飞速起身，站在一旁瑟瑟发抖。别怕，谭渊伸手抚上他的头发，轻声安慰。接着他抬眼看向我，俊眉紧蹙，不是让你没事少出门吗？这副鬼样子也不怕吓死人。我脸色发白，嗫嚅着嘴唇，你们，舒颜姐姐，你别误会。女孩眨巴着清澈的大眼睛，怯生生开口。主君喝醉了，把我当成了你才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冷笑出声，是吗？怎么我一点酒味都没闻到呢？真醉还是假醉，他心里有数。够了！谭渊一拍扶手，从王座上站起，眼神冰冷的仿佛在看一个陌生人。谁给你的胆量来质问本君？看看你自己，人不人鬼不鬼的，哪里还有半分君后的模样？今晚你就跪在这儿反省，没我的允许，不准起来。身后的绷带随从忍不住提醒，老大，舒颜姐替你守关卡，守了3天3夜，你这样未免是她自己非要逞能。谭渊面色一沉，没好气的开口，再说了，要不是我给了他一半诡异之心，以我原先的能力，需要让他守吗？真是笑话。说罢，他搂着女孩拂袖而去，再没看我一眼。我静静地跪倒在黑暗的大厅里，明洁如镜的大理石地面映照着我的面容，一半红颜如玉，一半白骨森森，显得格外狰狞丑陋。是很丑，人不人鬼不鬼的。可谭渊，我是为了你才变成这样，你全都忘记了，是吗？3年前，我误入恐怖游戏，为了活命，只好硬着头皮去聊大 BOSS。我没谈过恋爱，所以做法也简单粗暴。搂住谭渊的脖子，将红润的唇凑上，眨着眼问他：你要老婆不要？他怔住，脸不自然的红了，跑得跌跌撞撞。后来每次遇上他，我都故技重施。他看我的眼神也越来越古怪。他开始偷偷摸摸的放水，让我毫发无损地闯过一关又一关。他开始每晚翻墙来到我房间，给我念睡前故事，哄失眠的我睡觉。他开始笨拙地学做人类食物，弄得满手是伤。生日那天，他用心头血种下满园的雪薇花，只为博我一笑。可游戏临近通关，我该走了。谭渊为了挽留我，举起灭魂剑刺向胸膛。妍妍，没有你，我活不下去。这是游戏中的最强神器，寻常诡异就是被擦破点皮都会灰飞烟灭。他是真的在寻死。不要！明明一只脚已经迈进了人类世界的大门，我还是不顾一切地冲了回来，将他扑倒在地。灭魂剑堪堪擦过衣角，深深刺入大地，发出阵阵哀鸣。在感受到他炙热的体温的瞬间，我闭上双眼，心如肋骨。承认吧，舒颜，你真的爱上他了。3天后，我们举行了盛大的婚礼。谭渊当着所有玩家和 NPC 的面，将蕴含他全部力量的诡异之心剖开，一半捧到我面前。以此心为誓，相爱相守，永不相负。在跨越2个世界的祝福声中，我们拥吻在一起，眼泪浸透了头纱。在那一刻，他是真的想和我一生一世吧。我就这么跪了一夜，直到晨光从窗口洒进大厅，身后的走廊里传来声音：舒颜姐，你怎么还在这儿跪着？昨晚的女孩被无头女仆搀扶着，娇弱无力地站在我背后，白嫩的脖颈处一大片暧昧的吻痕若隐若现。我去求主君，让你起来吧。我的话他都听的。他扭着纤细的腰肢走过来要扶我。一想到谭渊昨晚和他发生了什么，我心里没由来的一阵恶心，猛地甩开手。别碰我！却不料他惨叫一声，顺势跌坐在地优，脸色苍白的捂着脚腕，丝丝鲜血渗出指缝。好痛！在他身后，刚赶来就看见这一幕的谭渊，脸色瞬间冷了下来。舒颜，我是不是太惯着你了？文熙是我的贵客，你竟敢出手伤他！文熙伸手去拉他的衣摆，声音带了哭腔：是我自己不小心摔的，你别怪舒颜姐。你不用替他撒谎遮掩，我还没瞎。谭渊抽出怀里的玉灵鞭，狠狠抽在我面前的地板上，发出一声清脆的巨响。给他道歉。我笔直地跪着，死死咬住嘴唇，做梦。
方才我根本没用力，文熙是看准了时机，故意演的这一出。我凭什么要为了这种莫须有的罪名低头？好，很好。看着我倔强的模样，谭渊怒极反笑，拿着鞭子朝我一指，把他给我扔进极寒深狱。什么时候知道错了，再放出来？极寒深狱，那里是关押重罪之人的地方，据说冷得连灵魂都能被冻裂。我打了一个冷战，不敢置信地抬头。这就是那个曾经连我流一滴泪都会心疼到呕血的男人。谭渊居高临下地看着我，神情有些许松动，抿唇，听话，认个错而已。认个错就不用去了。我苦笑着流下一行血泪，挺直脊背，起身向外。为了与他相爱相守，我几乎抛弃了一切，容貌、家人、自由、生命。但至少现在，我还可以守住我唯一的东西，我的尊严。不用了，我去。对于我这样由活人转化成的半诡异来说，极寒深狱的刺骨寒冷格外致命。没一会儿，我就被冻得昏死过去。主君，舒颜姐这些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你这么做是不是太伤她的心了？迷迷糊糊中，一个声音响起，似乎是在为我的遭遇鸣不平。隔着冰墙，我听见谭渊不冷不淡地开口，我知道他替我扛下了很多责任，但不知为何，自从他变成诡异后，我就觉得没意思了。整天对着那样一张脸，我真的是提不起半点兴趣。接着他回味无穷地啧了一声，不像文熙，又美又纯，舒颜姐以前可比她美多了。那声音不服气，你这样就不怕姐一气之下脱离吗？谭渊冷哼，他走不了，成为诡异后只能永远留在游戏里。除了跟着我，他还有其他选择吗？随着二人的声音渐渐远去，许多零碎的记忆浮现眼前。一开始，谭渊始终不让我动用能力，并竭力为我净化着黑暗气息，不让我的脸遭到侵蚀。可他到底失去了一半力量，既要守护庄园，又要在我身上耗费力气，没过多久便开始力不从心。直到某次 BOSS 战中，他被玩家重伤，性命垂危。看着他伤痕累累的模样，我下定决心，再也不做美丽且柔弱的笼中鸟，被他时时庇护在身后。我要有能力自保，并保护我爱的人和我们的家。在众人惊讶的目光中，我穿上铠甲，走进了竞技场。谭渊醒来后，看到击败的玩家数据和我被黑暗侵蚀的半张脸，许久没有说话。我以为他是愧疚，便强撑着笑安慰：“没关系，我把半边头发散下来遮住就好。再说了。”我轻轻吻上他那半张同样白骨嶙峋的面颊，现在我们才彻底般配了。是啊，我从没嫌弃过他，他又怎么可能嫌弃我呢？那时的我这样天真的以为，却不成想，没过多久，谭渊对我开始冷淡下来。他开始刻意躲闪着与我的接吻、拥抱，和我分房睡，夜不归宿。直到最后，他怀里多了一个人类女孩，美丽、柔弱、清纯，和当初的我一样。想到这里，我忍不住冷笑。原来从始至终，他爱的都是我那副人类皮囊。我打了个冷战，从梦中惊醒，一摸，脸上的泪都冻成了冰晶。面前，文熙一袭红衣，香气袅袅，正居高临下的看着我。真可怜啊，姐姐。我抬头皱眉，你一个人类，怎么来得了极寒深狱？还有他周身的香味，为何会如此熟悉？他勾唇一笑，在我面前转了个圈，衣袂飞扬，好看吗？这是主君怕我冷，把光了院子里的雪薇花特意为我织的衣裙，穿上它，就算身处极寒深狱，也觉得温暖如春呢。我将牙齿咬得咯咯作响，身体一阵阵发抖。雪薇花是我和谭渊的定情之物，是我们爱情的见证。现在看来，都不过是一个笑话，一场梦而已。别气啊，姐姐。文熙凑到我面前，抬起我的脸，你很快就可以离开这个地方了。去哪儿？我被他用指甲死死掐住脸颊，动弹不得。他笑靥如花，当然是去死啊！一阵银光闪过，我胸口一凉，低头，很熟悉的剑，是之前谭渊用来自尽的那把。文熙鬼魅一笑，手上用力，长剑在我体内缓缓深入，从背后刺出，鲜血如黑暗中的幽花，盛开于极寒的冰雪之中。你死了，就再也没人妨碍我们了。毁天灭地般的痛贯彻全身，我忍不住喷出一口血，艰难喘息。你就这么爱他吗？开什么玩笑！文熙扑哧轻笑出声，一脸的轻蔑与厌恶。就他那副模样，想想就让人恶心。我呀，只是想活着出去而已。他冷冷垂眼，猛地抽回手，长剑带出一连串血珠。舒颜姐，再见。那半颗维持我存在的诡异之心应声碎裂，我的身体开始燃烧，然后像燃尽的纸灰一样寸寸消散。文熙收剑入鞘，裹挟着血薇花的香气，转身离开。记住，下辈子别再恋爱脑了。黑暗，漫无边际的黑暗将我包裹。真可怜啊！一个空灵浩荡的声音从四面八方而来，带着几分戏谑。你是谁？我喃喃开口。我是这个世界的主神，也就是创造者。看你这么惨，帮你实现了心愿喽。那声音吊儿郎当的，却有种蛊惑人心的力量。想不想恢复原来的容貌，把心上人从那个人类小绿茶手里抢回来？
然后狠狠玩弄他的感情，让他为你神魂颠倒，让他向你下跪求饶。我清楚地听见自己在冷笑，太麻烦了吧？我只想让他死。声音沉默了半晌，他是我设置的最终 BOSS， 死了游戏就没法玩了。你说错了，我一字一句道。他死了，换了人当就是了。比如说我，野心不小啊。声音啧啧称奇。那就让我看看你有没有这个能力。舒颜越狱了。愤怒的咆哮声响彻整个议事厅。2个寒冰守卫跪在地上发抖，也不一定，因为我们没看到君后出来，但他的确是消失了。一双白嫩的小手攀上谭渊的脖颈，主君，别气坏了身体。舒颜姐姐也真是的，非要跟您置气。明明您都心软，准备放他出来了。谭渊哼了一声，垂下头去寻女孩的唇瓣，不知好歹的东西。不提他了。对了，西西，明天就是你通关的日子了，你还没告诉本君呢，到底愿不愿意留下？文熙眼神中的厌恶一闪而过，她微微仰头，一副渲然欲泣的模样。西西好想家，想爸爸妈妈，可是西西又舍不得主君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选择才好。她瘪着小嘴，泪珠簌簌而下。无妨。谭渊将她搂进怀里，细细亲吻着她的头发。等到了明天，本君自有办法让你认清自己的心。主君，这是我新铸的一把剑，从外观上看和灭魂剑无异。绷带随从跪在谭渊面前，头重重磕地。为保安全，还请主君明日用这把剑吧，文熙小姐绝对看不出异样的。放肆！谭渊皱眉，一扶手将地上的剑碾碎。我不准任何人质疑文熙的真心。当年骄傲如舒颜，亦为本君折腰，更别说本就做小伏低、温柔小意的文熙了。明天你就放100个心吧。他嘴角扬起一抹得意的笑，他绝对舍不得我死的。我静静地悬在半空中，看着眼前这一幕，心下了然。原来他明天又要故技重施，盐苦肉计逼文熙留下来。想起他先前提到谭渊时那副吃了苍蝇般的模样，我暗自冷笑。真期待呀，谭渊。虚情假意被撕破的那一刻，不知道你还能不能笑得出来。庄园最外围，一座漆黑的大门静静矗立。谭渊紧握着女孩的手，不愿松开。你真的要走吗？文熙低头咬着嘴唇，身体轻轻颤抖。和怪物虚与委蛇这么久，终于等到此刻。回家的大门近在咫尺，他太激动了。主君，我……谭渊叹了口气，伸手一挥，大门缓缓开启。不用说了，西西，我不愿你为难。见女孩转身，他突然惨笑一声，从怀里抽出灭魂剑。但是没有你，我真的活不成。长剑高高举起，狠狠朝胸口刺落。一切似乎都和3年前一模一样，唯一不同的是，听到身后的动静，文熙不但没有回头，反而加快了脚步。谭渊震惊地瞪大了眼睛，手上连忙收拾，可因为力道太大，锋利的剑刃虽然躲过了心脏，却还是深深刺入肋骨。啊！他惨叫一声，黑血喷涌而出。这声惨叫让文熙停住了脚步，在距离大门仅有几米的地方，他转身朝着倒在地上的谭渊走来。谭渊仿佛一个抓住救命稻草的溺水之人，露出了迫切又欣慰的笑。我就知道你舍不得。话音未落，文熙一脚踩在他的脸上，接着又是一脚。死诡异，丑八怪，老娘这些天被你占了多少便宜？踢死你，踢死你！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东西。谭渊本就身受重伤，此刻毫无还手之力，硬生生被踢掉了好几颗牙齿。可他还不解气，伸手拔出插在谭渊胸膛的灭魂剑。谭渊随之喷出一大口污血。他举起剑，笑如鬼魅，不是说没有我活不下去吗？那你就去死吧！看着他眼神中的憎恨与疯狂，谭渊此刻恍然大悟，什么做小伏低，什么温柔小意，什么情深几许，都是假的。文熙从没爱过他，甚至觉得他丑陋恶心。他苍白的脸狰狞扭曲起来，你这贱人，哪有你贱啊！文熙恶狠狠地朝他吐了一口唾沫，爱你的人你不珍惜，不爱你的你视若珍宝。不过你们马上就能见面了。他再度举起手，朝谭渊的心脏位置刺下，一道清脆的金属碰撞声。我横刀挡住了文熙的那一剑。你是人是鬼？他见过我灰飞烟灭的模样，此刻又见我毫发无损，满脸惊疑不定。我挑飞他手中的灭魂剑，都不是，我是诡异。接着伸手一指，返回人类世界的大门瞬间消失。不！他连滚带爬地扑上前，却抓了个空，瘫坐在地，恶狠狠地瞪我。为什么不让我走？我走了，就再也没人和你抢主君了，这样不好吗？我无辜地睁大眼睛，你抢啊，我不让你抢了吗？你们俩一个渣男，一个贱女，就应该一辈子锁死才对。谭渊失血过多的惨白脸色上浮现出一抹红晕，他强撑着抓住我的衣摆，激动得语无伦次。妍，你来救我了，我就知道你会原谅我的。之前的一切都是我的错，是我被贱人勾引。我向你发誓，从今往后只爱你一个，闭嘴！我反手一挥，血红的镰刀将谭渊整个脑袋钉在了地上。他瞪大双眼，再也说不出话来。
文熙没想到我出手如此狠厉，见我阴沉着脸步步走来，她像条狗一样跪倒在地，连声哀求：姐姐，舒言姐姐，放过我吧，我只是太想回家了。我点点头，表示理解。你勾引谭渊，我当你是为了通关，是他管不住自己的下半身，这件事我不怪你。但是话锋一转，我的语气变得冰冷狠厉，但是你杀我，这笔账怎么算？文熙抖得像筛糠，嗫嚅着惨白的嘴唇。我轻轻勾起嘴角，这样吧，我把你扔进极寒深狱，7天后如果你还活着，我就放你离开，怎么样？不等他反应，我朝身后几个骷髅卫兵挥了挥手，耳畔只闻他撕心裂肺的惨叫声。不，在我的请求下，主神把谭渊救活了。本来嘛，他作为最强 BOSS， 血条就够厚，灭魂剑也没有刺中要害，那些伤看着吓人，但也只是皮外伤而已。不光救活了，还替他修补好了诡异之心。真不知道你脑子里在想些什么。我淡淡笑了笑，这样我就再也不欠他什么了。谭渊昏迷的这些时日，我总揽了议事厅的大小事务，无论是冲锋陷阵还是管理调度，我都亲力亲为。他醒来后，看着我因为操劳而憔悴的面庞，不自觉红了眼眶。妍妍，我那般对你，你却还愿意替我忙里忙外，我今后一定好好补偿你，好吗？我垂下头没说话。贱狗，自作多情，老娘只是提前一下熟悉业务而已。彻底康复后，他开始明里暗里的讨好我。妍妍，累了吧？快喝口我刚煲好的汤。庄园四处，我重新种满了血薇花，一起去看看吗？既然你喜欢，那以后竞技场的任务都交给你去做吧，老婆最棒了。对于他所做的一切，我始终没有任何回应。直到有一天，谭渊抱着枕头出现在我的卧房前。妍妍，我想搬回来睡了。我知道你现在还不能完全接受我，我就在你身旁躺着，什么也不干，好吗？这次我没有将他拒之门外。刚躺在床上，他一把搂住了我。妍妍，给我生个孩子吧。我点点头。是的，要生个孩子。他喜不自胜，忙不迭地爬起来宽衣解带。趁着功夫，我一抬手给他施了障眼法。只不过要生孩子的人可不是我。我拍了拍手，门外侍卫抬进来2条肉虫，张着腥臭的血盆大口不断蠕动着。这种虫性淫是整个游戏里最肮脏丑陋的存在。被他侵犯过的玩家和诡异，无论男女皆会怀孕，最后生出一滩虫卵，爆体而亡。侥幸不死的，身体也会渐渐褪去四肢，变成虫子的模样。妍妍，你好美。他带着满脸迷离的笑，与肉虫纠缠在一起。我贴心地帮他关上门。谭渊啊谭渊，你不是最在意外表吗？不知道日后能不能接受自己这副模样呢？姐姐，你有微信吗？可以加好友吗？一个玩家将我抵在墙上，桃花眼眼尾泛红，笑意荡漾。没有。我扭过头，他贴得更近了，炙热的呼吸轻抚我的耳垂。那我看见你有嘴了，可以亲一个吗？我深吸一口气，正要伸手将他推开，却看见谭渊的身影从远处走来。我轻笑一声，勾起他的下巴，将唇凑近。好啊，你们在干什么？怒吼声裹挟着一股迅猛无比的力量迎面袭来。我伸手竖起屏障，将力量消弭，懒懒抬眼，怎么了？谭渊的胸膛剧烈起伏着，双眼赤红。你竟敢！我勾起一抹笑，不过是一个吻而已，和主君的所作所为相比，还差得远呢。他的脸红一阵白一阵，半天说不出话来，周身黑气越来越浓郁。怕伤及无辜，我一挥手将小奶狗传送回玩家营地，一步步走进他面前。想让我原谅你是吗？那么当初我所经受的一切，劳烦主君都体验一遍。就先从吃醋开始，可以吗，主君？我死死盯着他的眼睛。半晌后，谭渊叹了口气，妍妍，今天的事我不生气。我知道你是故意在跟我赌气，你只是气不过我之前跟文熙的事而已。我努力忍着他身上渐渐开始散发的腥臭，伸手攀上他的脖颈，咬牙切齿道：是啊，主君，我就是太爱你，太在意你了。所以今后无论妍妍做什么，你都不要生气哦。我的肚子一天比一天大了。谭渊第一个发现我的异常，他激动坏了，抱着我在花园里转了好几个圈。妍妍，我的梦想成真了，我们有孩子了。他喜极而泣，看着他开心的模样，我也跟着笑。是啊，他太高兴了，以至于都没有注意到自己的肚子比我还大。我从他怀里挣扎下来，假意嗔怪道：慢点，别伤着宝宝。他果然老实了，甚至连夜就卷铺盖去了另一间房睡。我松了口气，终于能睡个不用施障眼法的好觉了。郊外的篝火旁，石宇，就是上次那个小奶狗，盯着我的肚子直叹气。我做的饭有那么好吃吗？怎么能把肚子吃这么大？我直挺挺躺在草地上，眯着眼看星星。好吃，和我上学时总吃的那家沙县一个味。他默不作声了，半晌后轻轻开口：舒言姐姐，留在这里，你后悔过吗？我摇摇头，星星在眼前模糊成一条条线。我是个孤儿，其实在哪儿都一个样，所以留在这儿，我觉得也挺好。我后悔的是爱错了人。那你可以试着相信我一次吗？
石宇垂头，看着面前跳动的火焰，眉梢眼角映照着炙热的红晕，语气坚定。不了吧？我站起身，揉了揉他的头，觉得不够乱，又使劲揉了揉。我现在只想一门心思当 boss。你会帮我的，对吧？谭渊的身体越来越沉重了，肚子时不时鼓起一个大包，蠕动几下，又很快瘪下去。他有时会忧心忡忡地问我：妍妍，我好像觉得自己哪里不太对劲。每次我都耐心地安慰他：你的诡异之心刚被修复好，身体不太适应而已。随着虫子与他融合得越来越深，他的欲望也越发强烈。因顾忌着我有孕，他并不敢来碰我，只好每日想尽各种办法溜出去偷腥。我乐得其所，暗中吩咐守卫，每晚巡逻的时候松懈点，再松懈点。这样既给谭渊留足了颜面，也能确保石宇安全地混入庄园。毕竟要想在100年一度的竞技战中打败谭渊，我还缺乏很多专业性的训练。让身为最强人类玩家的石宇来指导我，再好不过了。石宇靠在我的床上，用勺子挖了一大块冰淇淋放进嘴里，凉得直打哆嗦。什么是竞技战？我白了他一眼，是诡异内部的活动，和你们玩家没关系。简而言之，就是在竞技战上，我可以向任何诡异发起挑战，胜利一方继承对方的能力和地位，而失败者立刻抹杀。他悠闲的表情瞬间凝固在脸上。所以你要挑战谭渊？你疯了！没了那半颗诡异之心，就算练习了身法走位，你也打不过他的。我垂下眼睫，盯着自己在烛火下摇曳的影子。我没疯。从遭到背叛的那天起，我心里就为我和他写好了结局，要么他死，要么我死，除此以外再没有第三条路。而且我悠悠一笑，谁说我没了诡异之心？竞技战开始的前一天，庄园上下从发狂的主君那里得知了一个消息：君后失踪了，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。当然，也没有人服从主君的命令去四处寻找。毕竟明天的比赛生死攸关，少训练一分，被抹杀的风险也就大一分。没人会拿自己的性命去冒险。比赛当天，竞技场外的登记处，我戴着精细的人皮面具，长发利落的修短，碎碎的垂在耳边。报名，负责记录的诡异头也不抬，挑战对象谭渊。我一字一句，掷地有声。周围诡异闻言纷纷回头，记录员更是震惊的掉了下巴。你可知想要挑战主君，须得先击败整个游戏中其他所有诡异吗？啊！我瞪大了双眼，感受着来自诡异们的怨念。这我还真不知道。但是已至此，没办法回头了。随着记录生效，每个诡异的身上都亮起一抹红光，一时之间，不祥的红色在庄园内蔓延，甚至将夜空都照亮。竞技场最高层的王座上，谭渊看着身上散发的红光，脸色凝重了一瞬，但随即又露出残忍的笑意。竟有人妄想是什么？他站起身，下意识抚摸了一下已经变得平坦的小腹。还是说，这也是你对我的报复之一呢？淘气的妍妍，这次你玩的可有些出格了。有请本次比赛的唯一挑战方无名。随着这句话响彻整个竞技场，所有诡异和观战的人类玩家都同时静默下来，目不转睛地盯着舞台中央。我一袭黑衣，手持镰刀，如肃穆的死神缓缓登场。各位，出招吧！谁给你的胆量，敢挑战主君？一个魁梧壮硕的狂暴屠夫率先跳上舞台，手持2把巨斧向我冲来。不自量力的东西，受死吧！我不躲不闪，甚至连头都没抬一下。巨斧裹挟着雷霆之力而来，却在挨到我发丝的瞬间，硬生生停在半空中，随后重重落地，激起尘土飞扬。所有人都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幕。一个诡异惊恐的大喊：快看！狂暴屠夫的血条清零了，可他怎么没死？原本瘫倒在地的屠夫也抬起头，疑惑发问：对呀，我怎么没死？我挥出镰刀，指了指他头上的血条，因为我还给你留了一滴。下一个，让所有诡异为谭渊陪葬，实非我本意，所以我并没有痛下杀手。毕竟规则说的是打败，又没说打死。就这个卡包不爽。舞台中央又飞出2个拖着长舌头的诡异，他们我认的是实力很强的终极 BOSS， 又被称为新手玩家收割机。场内又是一阵喧哗，这下肯定稳了。话别说这么满，这小子实力超凡，你难道看不出来？这可是终极 BOSS 啊，就算还是打不过他，但总不可能又被秒杀字还没出口，终极就双双倒地，口吐白沫。什么？诡异们彻底疯了！你看见了吗？他连手都没动一下，终极就嗝屁了。骗人的吧？是不是作弊了？不然就是被收买了。你傻呀？谁敢在竞技站放水，一不小心命就没了。我抬手将碎发撩到耳后，吹了吹衣袖上沾染的尘土，继续。无人上场。目光扫过之处，所有诡异都默默缩起头。没办法了，我提起镰刀，一步步朝观众席走去。我也不想这样，但规则就是如此。猩红的镰刀在沙地上划出一道长长的痕迹，除非规则的制定者愿意改变。我仰起头，凝望最高处的王座，众人的目光也随之向上。谭渊，你不救救你的子民吗？
他单手支着头，一脸的无动于衷。替主君试探敌人的虚实，不正是他们该做的事吗？场上所有诡异的脸色都不约而同地灰暗了下来。那就没办法啦。我耸耸肩，赶时间，不然你们一起上。硝烟散去，竞技场内横七竖八躺满了诡异。谭渊终于起身，从最高处一跃而下，稳稳地落在我面前。舒言，我还真是小瞧了你，但你应该知道，他们和我之间实力天差地别，你赢不了我的。我揭下面具，在手心攥成一团，不试试怎么知道？他微眯双眼，为了报复我那一次负心，你就要搭上自己的命，值得吗？舒言，我在你心里就这么重要？我没说话，回应他的是一记狠厉的镰刀。他懒懒抬手相迎，镰刀被伸出的手指钳住，我想往回抽，却动弹不得。既然你快死了，谭渊咧开嘴，双眼猩红而恐怖，那下毒的事我就不跟你计较了哦。他掌中蓄力，预备给我最后一击。再见了，妍妍，我会永远记得你最美的模样。一阵耀眼的强光过后，谭渊倒在地上，不敢置信地捂着胸口喘息。怎么可能？和其他诡异一样，他头上的血条也瞬间见底。我懒懒地活动了一下手腕，像看一条狗一样盯着他，有什么不可能？你有诡异之心，我也有，就这么简单而已。他眼底闪过一丝震惊，你见过主神了？见过了，他说答应我一个心愿，所以你就要了诡异之心。他突然爆发出一阵歇斯底里的狂笑，哈哈哈，你竟然要了诡异之心！谭渊挣扎地爬起身，看向我的眼神凶狠无比，你为什么不要容貌？只要你变成以前的模样，我们之间就不会再有任何矛盾了。我还是会一如既往地爱你，宠你，让你做游戏里最尊贵的女人。明明只差一步，这一切就都不会发生。为什么？你这个蠢货，到底为什么？我缓缓走向他，手中的镰刀在夕阳下闪烁着血腥的光芒。因为在凑近他耳边的瞬间，镰刀贯穿了他的身体。太麻烦了。谭渊死死瞪大双眼，即便到了最后一刻，他仍不敢相信，曾经那个为了他可以放弃全世界的女孩，竟然会亲手杀了他。随着一声轻响，他的血条变成了死寂的黑色，然后碎裂，化作一缕烟尘。他的身体也开始消散。既然你这么恨我，他强撑着最后一口气，不甘地开口，为什么文熙要杀我的时候，你因为我不只要杀你。我拍了拍身上的灰尘，施施然走到人皮王座上坐定。我要取代你，成为这个游戏新的主宰者。作为 BOSS， 你沉沦情欲，荒废政务，对臣民的安危视如草芥。这个位置你早就不配了。闻言，只剩下一个头的谭渊放声大笑，我不配？难道你就配吗？就算你有诡异之心又如何？他们不会对你俯首称臣的。因为女人可以做金丝雀，做瓶中花，做天上月，但唯独不能做主宰，尤其是做男人的主宰。我笑得云淡风轻，是吗？手中的镰刀缓缓上升，在竞技场半空中悬停，犹如一把利刃，瞬时可以毁天灭地的落下。诸位，你们愿意服我吗？在片刻的死寂后，场内响起一连串声音。愿意，我们愿意。君后大人，不是，主君大人，收了神通吧，我就剩一滴血了。我挑眉，哦，听起来好像不是那么心甘情愿。说说为什么愿意？众人争先恐后开口，生怕说晚了被我秒杀。因为这3年来都是君后和我们一起守关，因为每次遇到玩家都是君后冲上去抗伤害，因为君后记得我们每个人的名字，因为君后手下留情，给我们都流了一滴血，因为他们越说越情真意切，越说越群情激愤，最后干脆挣扎着爬起身，整齐划一地跪倒在我面前。吾等誓死追随主君。见到这一幕，谭渊眼底最后一丝光芒也熄灭了，他剩下的半张嘴艰难地蠕动着，妍妍，我错了，就我，你别忘了，当初是我给你了半颗心，对哦。我点点头，伸出长长的指甲，划开自己的胸口。谭渊满怀期待地望过去，却在看清的一瞬间，瞳孔缩成针尖大小，因为那里空空如也，什么都没有。神吗？他颤抖着开口，话音未落，就彻底化成了一阵黑烟，消散在空中。见此情景，我眼唇轻笑，抱歉哦，这次帮不了你啦。我靠在床上，挖了一勺冰淇淋塞进嘴里，凉得眯起眼睛。石宇枕在我腿上，有一搭没一搭地把玩着我的头发，一边玩一边叹气。你是什么时候发现的？我含糊地开口，你是指什么？他气鼓鼓地翻了个身，把脸埋进被子深处，说话也气闷闷的，就是我是主神这件事。哦，我故意拖长音气他，你的声音这么有辨识度，想不被认出来也难啊。他没理我，仍旧一动不动地趴着。好了，小心憋死。我踢了他一脚，你现在可是货真价实的人类，身子骨脆弱得很。石宇还是没动，甚至连胸膛的呼吸起伏都没有了。我有些担心，放下冰淇淋，凑近去看，喂。他忽然在床上翻滚一圈，将我压在身下。既然现在麻烦都结束了，那之前问你的问题，有新的回答了吗？
他的瞳仁墨色深深，似是能引人沉迷的漩涡，涟漪层层，望一眼便不觉沉沦。鬼使神差的，我点了点头。有的。石宇粗粝的指腹轻轻摩挲我的下巴，再到嘴唇，而后俯身贴近，炙热的呼吸拂过我的鼻翼。说给我听。我看着他的眼睛，无比诚挚的开口，我现在只想一门心思做个好 boss。他脸色瞬间变得苍白，但只一瞬，就又恢复了往日玩世不恭的模样。行，好，反正我有的是时间留在这里跟你耗。他松开我，仰面躺回床上。总有一天，我伸手按住他的嘴唇，打断了他的话。你还记得我们交换身份的那天吗？你说做主神太孤独，太寂寞了。你想以人类的身份去看天地浩大，绿树红花。他愣愣地点头。可是我在半空画了个圈，一道大门随即出现。不用可是，去吧。等你走遍万水千山的时候，如果你还想回来，恐怖庄园的大门会永远为你打开。看着石宇的身影消失在门后，我抬手擦干眼泪，喝光了早已化成奶昔的半盒冰淇淋，扛起镰刀，在绷带随从的簇拥下走进竞技场。成为恐怖游戏 BOSS 兼主神的一天又要开始了。